九州奇案惊天下，从善良女化魔花，骨肉相残血溅尘，人沦沦丧自相杀。大家好，在下奇闻居士。1996年到1998年，一个普通的日本家庭被一步步拉入深渊，7个人的命运被一个男人彻底改写。他们被囚禁、被虐待、被逼迫自相残杀。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这一切都是在同一个房间里发生的。这究竟是怎样的魔力，让一个善良的女性亲手分解家人的尸体，又让一个大家族的成员互相残杀？这一切的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真相？你能想象你会被逼着吃下自己的排泄物吗？你会被逼着活活电死自己的家人吗？而这仅仅是冰山一角，这起案件的恐怖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认知。今天我们将一起揭开这起被称为日本最骇人听闻的北九州监禁杀人事件的真相。故事的开端总是充满着看似无害的巧合，就如同1980年那个夏天，在日本九州福冈县，一个名叫绪方纯子的年轻女子接到了一个来自高中的男同学的电话。这个名叫松永泰的男子自称还欠他50日元，要当面归还。纯子，一个在父母和邻居眼中乖巧听话的女孩，从未和异性有过深入的交往，因此这通电话似乎预示着她平静的生活将要发生一些变化。当纯子见到松永泰时，她被这个男人外表所展现出来的魅力所吸引。他穿着高级西装，驾驶着高级轿车，言谈举止充满自信和戏剧性，这让纯子眼花缭乱。松永泰告诉纯子，他刚刚继承了家族企业，手头宽裕，在翻阅毕业纪念册时一眼就注意到了他喜欢他朴实的品质。松永泰的出现对纯子来说就像是一个通往未知世界的诱惑，尽管内心深处纯子告诫自己要远离这个男人，但他还是无法抵挡住他的魅力。在松永泰的猛烈攻势下，纯子一步步沦陷。2年后，已经成为幼儿园老师的他彻底放弃了抵抗，坠入了爱河。然而纯子并不知道，松永泰其实早已结婚，他所谓的继承家业不过是靠贩卖劣质棉被谋取暴利的诈骗手段，而纯子仅仅是他众多猎物中的一个。松永泰开始邀请纯子参加自己的个人演唱会，在演唱会上，纯子看到台下清一色的女性观众对松永泰狂热的呐喊，她甚至感到一丝骄傲，觉得自己是唯一和松永泰有地下恋情的女人。但纯子不知道的是，这场演唱会和松永泰的一切美好一样，都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秀，是为了吸引更多女性的注意。而那些被强迫踩台的员工甚至浑身是伤。纯子还不知道，在不久的将来，虐待也将会降临在他身上。随着交往的深入，松永泰的真实面目逐渐暴露出来。他开始对纯子施加暴力，最初是因为一些小错，比如他会因为一点小事就对纯子进行殴打、揪头发、踢踹，而这些暴力逐渐成为了他生活的日常。每次施暴之后，松永泰都会用他那套华丽的说辞告诉纯子他错在哪里，所以活该被打。虐待逐渐升级，纯子开始遭受电击的折磨。松永泰自豪地称这种电击为自己独创的刑具，他会把电线缠绕在纯子身体最脆弱的部位，包括四肢、脖子，甚至下体，然后通电。剧烈的疼痛让纯子全身抽搐，失去意识，有时甚至会吐血。在松永泰的不断洗脑和虐待之下，纯子渐渐失去了自我，她成为一个任松永泰摆布的人偶。她开始相信都是自己的错，她认为自己是一个麻烦，她活该被虐待。她把一切痛苦都转化为不可以给松永泰添麻烦的自责，甚至为了证明自己属于这个男人，将他的名字烙在自己的身上。纯子的自残行为反而成为了松永泰彻底拥有他的关键。绪方家不愿让女儿自杀的丑闻外传，加之松永泰在纯子家人面前装作诚实可靠的青年，于是绪方家与堕落的女儿纯子断绝关系，将她送给了松永泰，希望能好好教育她。失去家人和职业后，
纯子彻底坏掉了，他成为了松永泰的员工。他面不改色地使用诈骗话术为松永泰谋取钱财，过往的道德教育早已被抛在脑后。纯子忘记了可以逃跑，反而认为自己亏欠松永泰太多，必须帮助他，成为他忠心的仆人。他为松永泰生了孩子，忍受他与无数女人的性关系，即使松永泰的公司欠债倒闭，他也毫不犹豫地跟着他逃亡。为了筹集逃亡的资金，松永泰想出了一个妙计，监禁一个傻瓜，从他身上榨取钱财。第一个受害者就是他们的房东服部清志。服部相信松永泰是天才工程师，自愿交出钱财与他一同创业。然而，这个创业的结果却是服部步入深渊的开始。在怂恿下，服部带着女儿住进了松永泰的公寓。在一个酒醉的夜晚，松永泰突然指示纯子电击他，纯子毫不犹豫地执行了命令。服部清志的噩梦就此开始。在混乱的日夜里，服部遭受了无数次的电击，被监禁在狭小的浴室里，每天只能睡2个小时，吃少得可怜的食物，甚至被迫吃下排泄物。在这期间，他被迫签署无数合约，将自己的财产一点点交给了松永泰。虐待服部清志的是纯子，而松永泰只是发出指令，然后袖手旁观。在长达2年的凌迟之后，服部失去了求生的意志，瘦如骷髅，在浴室中死去。松永泰嫌弃服部的尸体肮脏，命令纯子处理。纯子按照松永泰的指示，将服部的尸体分解抛入大海。他只觉得这是处理麻烦的过程，之后还要张罗儿子的晚餐。随着服部的死去，经济来源也断绝了，松永泰的怒火愈加旺盛。本施加于服部的电击又回到了纯子身上。绝望的纯子试图做特种行业，偷偷地离开松永泰，但他始终没能逃脱松永泰的掌控。当他回到家中，松永泰并没有如他想象般跳海自杀，而是以受害者的姿态和纯子的家人一同出现。原来，在纯子自由的几天里，松永泰不仅诱骗了纯子的母亲和妹妹与他发生性关系，还用花言巧语迷惑了纯子的父亲和妹夫，告诉他们是堕落的纯子杀死了房东，还毁尸灭迹。为了维护家族的名声，旭方一家决定将纯子捉回家监禁，并满足松永泰的一切要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旭方家完全沦为了松永泰的玩物。为了弥补给松永泰造成的麻烦，旭方一家不断地贡献自己的财产。1997年的某天深夜，在将所有财产交给松永泰后，旭方一家老小6口人都住进了松永泰的公寓，成为了他的仆人。在这间公寓里，一个扭曲的世界诞生了。旭方一家进入了竞争的状态，因为一旦被松永泰视为麻烦，就会被关进浴室，遭受最严重的虐待。而松永泰自己却从不动手，只是口头指示谁该被电击，而那个人则会无比愧疚地拿起电击器缠绕在自己身上。家人们在虐待中精神崩溃，开始互相残杀。松永泰不断提出一些暧昧不明的问题，却不直接点明意图。为了避免遭受电击，旭方家的人开始绞尽脑汁揣测他的心思。为了讨好松永泰，他们开始互相猜疑陷害，最终得出结论：松永泰想要除掉某个人。他们开始揣摩上意，一个一个地杀掉松永泰认为麻烦的人。而每当有人被杀，松永泰就会夸张地高喊：“你们怎么又杀人了？”然后让纯子带领大家清理现场，处理尸体。就这样，纯子的父亲、母亲、妹妹、妹夫、外甥一个又一个死去。在短短1年的时间里，当纯子回过神时，家人已经全部消失了。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一直旁观的女孩，服部清志的女儿服部公子。她亲眼目睹了自己的父亲被虐待致死，为了生存，她小心翼翼地听从松永泰的吩咐生活着。但当旭方一家消失后，松永泰开始觉得公子也是一个麻烦。为了逃生，公子趁着一次机会逃出了公寓，向他的祖父母求助。松永泰又找到了服部一家，把公子带回了公寓，继续虐待。2002年，17岁的公子再度逃脱，这次他的祖父母终于决定报警。
当警察询问这个女孩她到底经历了什么，她叹了口气说：“你们不会相信我发生的事情。”这个骇人听闻长达10年的屠杀罪行被彻底揭露，震惊了全日本，而松永泰和纯子也随之被捕。在法庭上，纯子开始讲述自己的罪行，而松永泰则依然维持着他的花言巧语，声称自己是无辜的受害者。最终，松永泰被判处死刑，而纯子则因为长期受虐被判处无期徒刑。尽管案件告一段落，但人们仍然在思考一个问题：心理操控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它又是如何将一个善良的人变成一个杀人机器？北九州监禁杀人事件至今仍是一个令人深思的悲剧。